古人常说，努力爱春华，莫忘欢乐时。人这辈子快乐的时候，本身就没有多少。我爹说了，你是读书人，这要考状元做大官，经商是建业。天底下士农工商，但谁说商人就不如读书人？生意人贪财，读书人贪名，当官的贪位子。只要心有所求，那就算是跳了崖了。我们做生意的呢，最讲究信用。虽然做生意有很多阴谋诡计，但是最怕的就是说了不算。这些都是北宋徽宗皇帝选定的石头，这是国宝啊！什么国宝呀？要我说啊，全是些败家亡国的玩意儿。3晃年，连个馒头都不如。这位小哥眼生得很呐，不知贵姓高明啊？这全屋子的人只有一个名字，上淫下子，小名元宝。金银钱财，乃是天下人的公器，并无善恶是非。人的错，人要自己承担，怪到钱的份上，没有道理。天下无不可用之钱，无不可用之人。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王，但天底下做生意的人，以信为本，以义为根，以流通为手段，以方便为路径。这些错，全都犯，注定走不长远。这什么地方？天下票号的发源地，财富的汇集之所啊！想站稳脚跟，你奋发图强，一辈子可能都达不到。大蛇就得打7寸，断了他的念想，取他的精华。行商之人，以商道自律，不要再做以势压人的事儿了。不过以前读书的时候，先生说过，这世间万事万物皆有其处，有的东西不是你的，争到了也无用，唯有德者居之。生死之际，不畏就困，这是我们江湖道上的规矩，大家彼此担心吧。这天底下做生意的最讲究人缘了，哪能真把人往死路上逼呀，是吧？得罪了，流放犯古平原，读书人古平原，还是现在的古老板，到底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？又或者都是真，或者都是假？古人说大道至简，那就应该是最基本的道理。最基本的，无非是信和义两点。人至诚则至信，至仁则至义。所以经商之人要把诚信和忠义当作生命去捍卫。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，独不会说读书人的话。那也无妨。仗义每都图口碑，负心都是读书人。那是负心人的错，跟书没关系。我看书上写，读书人送行的时候都要写诗互赠。我背几句今早读到的诗来送你。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既见君子，云虎不喜。这个理儿啊，是人和人讲，人和畜生讲什么理呀？你看活拉拉都不吃自己的同类，人呢，专门屠杀奴役自己的同类，连畜生都不如。你的理由去找谁说呀？经我手死掉的人，我自己都数不清，菩萨不会救我的。我会，我会，我会。杀降不降，杀降不降！不降，那不降就不降吧。兄弟，我也是读书人。杀降的旨意，我也不想这么做。可我想想，我不做，自然有人做。这样的朝廷，我救他又有何用？名利，名在前而利在后。什么读书人有良心，那是因为官做的还不够大。真的到了可以拿命去换顶子的那一天，又有谁会在乎自己曾经说过什么？先生说他不肯醒，不肯醒，
不肯行是福气啊，我就没这福气了。读书之人，求官是小道，救天下是大道；做生意的人，求财是小道，护天下是大道。学生不才，有一颗心，愿追求大道。你真的不要钱也不要官？要官要钱又有何用啊？只怕哪一天大人的麾下再乱起来，江南一地生灵涂炭，我的家乡再被毁一次，那可真就是无望。无论是国家还个人，都承受不起啊！大乱之下，官、钱又有何用呢？我不爱这个朝廷，但是我爱这个国家。它太贪了。虽然说这个世上做生意的就没有不贪，但是你要记住了，不可贪过了头。他手里那些盐田也都是趁着南方打仗的时候趁火打劫得来的。人不能太贪心。做生意的做就是做戏，唱戏的是疯子，看戏的是傻。大家各安其位。你见哪个圣人是穷人？你要是穷啊，谁还捧着你啊？嗯，我跟他做了生平第一次生意，改名换姓，抛弃妻子，像个生来就有钱的人一样，再活一世。我想你们也不会不动心啊！我把我的灵魂卖了，曹总也卖了。我那时候就想，就算堕入地狱，永世不出，也不能穷下去。你知道财富这东西是怎么回事？它不是你，也不是我，它在大伙手里转圈，在谁那儿多待一阵子，那是老天爷疼他。我爹在做生意之前是个读书人。那他为什么没有去做官？中国人不都是要靠官做的吗？因为他觉得做官已经没用了。因为洋洋得意的大清国已经结束了。商业秩序嘛，就像中国人做官一样，小官听大官的，大官听皇上的，皇上听老天爷的。你不要小看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商人，经商之道，小到谋生，大到谋国，商战一样可以包括。打败不打败，现在是不知道，但至少得让他们知道，我们中国的商人不使用炮船，一样可以挣钱。